师姐，你已经被我逐出峨眉派，你不配叫我师姐。我已经把本派掌门信物铁指环都给了你了，你还不肯放过我？你不死，我容芒刺在背，寝食难安。师父叫我欺骗张公子，此事我原本就做不到。与其活着受那无穷折磨，还不如就此一死，一了百了，什么都不管，可以干干净净。你说什么？我以万念俱灰，你动手吧。好，我不会心软的。你别再喝了，再喝你就醉了。你关心我吗？是朋友，就会关心。是啊，我都忘了，我们还是朋友哦。赵姑娘，夜已深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怎么，是朋友，多陪我一会儿都不行啊？好。你喜欢在这里喝酒说话，我就陪你。怎么，我愿陪你还不够啊？不会啊，我很高兴。那你太生气。有时候我自个儿在想，如果我不是蒙古人，也不是什么郡主，就像周姑娘那样，是个平民家的汉人姑娘，你或许会对我好一点哦。张公子，你说是我美，还是周姑娘美啊？自然是你美。说的是真心话。我要听你说。不逗你了，张公子，你喜不喜欢见到我？如果我时时邀你到这儿来喝酒聊天，你来不来？你怎么不回答我的话呢？我在这儿不能久留，过不了几天，我就要南下。南下？你去南方做什么？我不说你也猜到了，我说出来，就惹得你不开心。你答应过我，要给我做3件事，没忘了吧？不敢忘，请姑娘记行示下，我尽力去做。现在，我要你答应我做第1件事。我要你陪我去取那柄屠龙刀。怎么，你不肯？屠龙刀在我义父手上，江湖上众所周知，也不用瞒他。张公子，我不是要你违背什么侠义之道，这事你办得到的。不瞒你说，那屠龙刀是我义父金毛狮王之物，我岂能背叛义父取刀给你？哎呀，我又不是要你去偷去抢去拐去骗，我更不要占为己有。我只不过要你去向你义父借来，给我把玩1个时辰就还给他。你们是义父义子，你找他借，他总不会不肯吧？更何况我又不是拿这把刀去谋财害命，这没有违背你的侠义之道吧？其实那把屠龙刀虽然名闻江湖，可其实也没什么看头，它不过是比较沉重些，比较锋利一点。不对，江湖上说，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这倚天剑已在我手中，
我定要看看那屠龙刀生的是什么模样。张公子，你若不放心，你可以在我身边。我若有二心，你尽管动手。凭你的本事，我肯定占不了这把屠龙刀的吧？怎么样嘛？你让我想想，照比严明借刀看一个时辰，虽然难保他没有什么诡计，可是我全神防备，谅他也不能将屠龙刀夺去。只是义父曾说，屠龙刀之中藏着一件武功绝学的大秘密。义父双眼未瞎之时，以得宝刀，以他的聪明才智，始终参详不出。这赵姑娘在短短1个时辰之中，岂能有所作为？何况我和义父一别10年，说不定他在孤岛之上，已参透了宝刀的秘密。你不肯啊？那就算了。不过我要你答应我做另外一件事，那件事可就难喽。好，我答应你去借屠龙刀，不过严明在先，我只借你看1个时辰。倘若你意图抢占的话，那就别怪无礼了。你想的太多啦，那刀那么沉，就算你恭恭敬敬的送给我，我也不稀罕呢。哎，什么时候去取刀啊？这几天吧。那就再好不过了，我回去收拾一下，什么时候动身，什么时候约我。哎，你也要去啊？那当然了，你想想看，你义父在什么海外孤岛上，又不肯回中原，到时候难道你万里迢迢的去取刀，给我把玩1个时辰，再万里迢迢的送回去？没道理，天下没这个道理啊。你说的不错，这北海波涛险恶，能否找到冰火岛已十分渺茫。再说，如果要来回3次又不出岔子，我肯定也没这个把握。我义父在岛上一住20年，我不知道他肯不肯以垂暮之年重归中土。这么说，你答应带我去？赵姑娘，汪洋大海，风波无情，你何必去冒这个险？你能冒险，我为什么不能？那你爹愿意放你去吗？爹叫我统帅江湖群豪，这几年我跑遍了大江南北，他从来没有管过我。汝阳王要他统帅江湖群豪？对呀，我此去冰火岛迎接义父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归返。倘若他趁我不在，大举对付本教，那倒是不可不防。他和我同往，相信他的手下定有所顾忌，那我可就免了后顾之忧啊。顾师傅，你给我下来！参见世子，我不下去。你们人多，要我自投罗网啊！这种吃亏的事儿我不干。司徒图，你再不下来，我就上去了。贺老二，你要是敢上来，我就敢把这头银鹿和韩姬给你扔下去。顾师傅，把我爱妾放下来！抱歉了，世子，我恕难从命啊。不太对呀，贺先生，这苦头陀似乎有意拖延时间，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图谋？回世子话，这死头陀抢了我师哥的解药，想要解救塔中囚禁的一干叛逆。我明白了，来人，点火，给我烧了宝塔！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派人用强弓守住，不论谁从塔上跳下来，一概射杀。是，世子，我师哥在上面啊！这头陀不可能在塔上等一辈子，塔下一举火，他自会下来。可是他要把我师哥摔下来，那可怎么办？世子，这火万万不能点！跑了6大门派的高手，就是纵虎归山了。爹面前谁也担不下这个责任。衡量轻重之下，我的爱妾都可以不要了，更何况陆战客？动手！不能点火！贺先生，你敢犯上！我要救我师哥，不能点火！给我拿下！点火！王宝宝，你还真够心狠手辣，爱妾都不顾，真点火啊！怎么样嘛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好，我出发之时就来约你。那边不是万安寺吗？哎呀，糟糕了，万安寺失火了！顾大师，赵姑娘，失陪了。等等我和你一起去。
王宝宝放了我烧塔，他是不在乎你们的性命了。不行，救人保命要紧。毒解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援兵放火烧塔了，赶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，快走，快点！诸位的功力恢复的怎么样了？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相救。是啊，刚才你赐解药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错怪你了，真是不应该啊！何太冲在此道歉。我是贯彻教主的命令，王宝宝放火烧塔，火势马上就要控制不住了啊！咱们得赶快想办法，看看怎么出去啊！是。你听着，你再上一层，我就把这只鹿扔下去。那个时候担保它摔成一团鹿肉酱。库多多，库大师，我师兄弟跟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苦如此跟我们过不去呢？库大师，你想要救你的老情人，灭绝师太，和你的女儿周姑娘，你尽管去救，绝不阻拦。只要你放了我大师兄，我玄冥二老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绝不食言。满嘴胡说八道！你师傅，你说什么也没用。陆让客是我的护身符，我就不放。是谁？是谁在那胡说八道？是谁？师太，塔下那贺老儿岂有此理！师傅，芷若，你还好吗？臭老鬼！嘴里不清不白的说些什么？老师太，我请你劝劝你的老朋友，先放了我师兄，我可以担保你一家三口平安的离开。什么一家三口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师太，贺老儿的意思是说你我是老情人，你的徒弟周芷若是咱们的私生女，他侮辱我不打紧，反正我老脸皮厚。可您不同啊，您是一代宗师。一生清明啊！你闭嘴！贺老鬼，你上来，老尼掌声跟你说话。不是我信口开河，是苦。杨修，来得好，给我拿下！放箭！王宝宝，上！教主到了。杨宗使，我不是不让你来吗？属下担心您的安危，朱坛主已在路上，随后到。明教叛逆来得好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。范右使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不妙啊，上下不得啊！教主，我们不是跳下塔摔死，就是被火烧死啊！给我冲！贺老鬼，你上来，上来！师太，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，你还在跟那个贺老儿打口水仗？我灭绝一生清清白白，我不允许他当着各门各派耆老面前无中生有的羞辱我。哎呀，这种时候连性命都快没有了，还顾什么面子？我已经抱着一死之心，不能在临死之前名誉扫地。你给我上来！随你吧。贺老鬼，你给我上来！上来！
妹妹，快下令救火放人，否则我对不起二位了。郡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王府失火了！失火了！赶快回去保护爹。我们走。九如，扫出危险了。塔上的各位前辈，请注意跳下来，在下在这里接着。开什么玩笑！啊，这塔高最少有10余丈，人跳下去是何等的力道啊！啊，张无忌就算有天大的本领，他也接不住呀。是啊，为什么我们的功力还没有恢复，跳下去准死无疑，千万跳不得，不要上了张无忌这小子的当啊！没错，他一定要骗咱们摔个粉身碎骨，好报光明顶之仇啊！呸！亏你们这些人还自称名门正派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们教主有心害你们，干嘛要我送解药给你们？早知道这样，干脆毒死你们！哼！我们宁为剑蛇，也不向魔教低头。对，好，我看你们有多硬的骨气。各位前辈，烟火弥漫，再不跳，势必尽数葬身火窟了。要死要活，你们自己决定。不秦叔，其他人也许有所顾忌，相信我，无忌不会害你的。你先跳吧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先跳。七弟，我信得过无忌。七叔，怕只怕张无忌武功再强，也绝技接不住这下坠的力道啊！与其在这活活烧死，还不如跳下去摔死。无忌，我下来了。七弟，七师叔，相信我，无忌不会害你的。无忌，我下来了。大挪移。没事，没事。大师兄，无忌用乾坤大挪移把我接住了，你们快跳下来吧！莫大侠，你来盯住他们。好。再看一眼。啊！现在你们该相信我们教主是真心诚意的救你们吧？是，来，那么咱们跳啊，跳啊！我还真以为你们是不得硬的很，还不是一个胆小怕死。我来了！记住，恕不远送。莫大侠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放心。宋大侠，秦叔，快跳啊！芷若，你跳吧。芷若，火已经烧上来了，晚了就……我要等我师傅。芷若，金玄，我们跳。嘿，芷若妹妹，你等师傅，我先下去了啊。宋大侠，请快一点。秦叔，快跳啊！爹，你先跳吧，我要等芷若。宋公子，你不要多说了，我会陪你的。一直陪到你安全为止。宋大侠，我们先跳了。对。哎呀，这女大不中留，你看我的儿子。哎，秦叔，爹跳，快，爹跳啊！嘿。
大成，没事。芷若，芷若，请叔，不要影响无忌救人。芷若，快下来啊，芷若！周姑娘，赶快跳下去吧，火都烧到眉毛了，再不跳就来不及了。我要等我师傅。师傅，芷若，别管我，你先跳。师太，师傅，卑鄙小人，我留你师兄有何用啊？来，师兄，师兄！多谢教主相救，吃我一掌！万有师，灭绝时代，周姑娘，你们快跳下来啊！师傅，芷若，我这掌挨得可不轻，你快跳下去吧。不，师傅先跳，我再跳。我还有账要跟他算。我哪有欠你的账？你少说废话。我懒得理你。教主，我来了。芷若，我们下去。芷若，和屠龙刀，光大峨眉。你别忘了，你发过的毒誓。师太。从今天起，你为本派掌门，我的意愿，你不会违背吧？是，弟子不敢忘记师父。师太，师太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势。张无忌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芷若一根汗毛，我变成鬼也饶不过你。师太，师太，师太，
站住！教主，教主，大哥，昨天晚上见不到你，原来是在为我们开道啊！哈，教主，咱们出城吧。走。灭绝师太，一代宗师，平素行侠仗义，正气凛然，为我武林当中人所共敬。掌门，若不是张教主相救，我中原6大门派将毁于一旦，我等非常的感谢。中原6大派原先与明教为敌，但张教主以德报怨，反而出手相救，双方仇怨一笔勾销。今后大家共同努力，共同破敌。你们意下如何呀？空文大师都开口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意见？是不是啊？是。张教主啊，我们也该回少林寺整顿了。今后有用得着我少林寺的时候，我等共同协力。我等告辞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节哀吧。诸位只需继承师太遗志，师太虽死犹生。那我等就告辞了。告辞。后会有期。告辞。好，请。无忌，有空回武当山聚聚。好，大师伯。好小子，不错，比你爹强多了。谢谢七师叔，你也多保重，有空回武当。师兄，我们动身吧。好，好，告辞。走好了。好，秦叔，走啊。爹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陪芷若去峨眉。什么？去峨眉？芷若，我陪你去峨眉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感谢你。
教主，啊，我还有一些私人的事要留在大都几天，你们先回光明顶去吧。那金毛狮王呢？我去就是了。这汝阳王这次受了挫折，一定会报复的。咱们明教不能一日无主，明教的事务就由杨左使来代理，你们以他为尊。是。对，哎呀，明教教主张无忌，对呀，是干什么的呀？他是明教的魔头啊，明教魔头。郡主，张公子真守信用啊！赵姑娘，昨晚之事，在下诸多得罪，还请见谅。这没什么，坐吧。怎么都没点菜啊？老板，照昨天的来一份。哎，知道了，酒先上啊。好。怎么不说话呀？哦，你以为你费尽心思将我捉来的6大派高手给放了，我肯定恼羞成怒，大发雷霆，或者是布下埋伏抓你归案，是吧？其实放走那些人也好，反正他们也不肯归降，我留着也没有用啊。你救了他们，大家一定感激你的。当今中原武林声望之高，没人能比得上你哦。酒来了，请慢用啊。赵姑娘，过来吧。请。赵姑娘，在下有事相求，先干一杯吧。赵姑娘，有事求我，才请我喝酒啊？我不喝，我倒要先听听你有什么事情求我。在下想借你倚天剑一用。原来是要看倚天剑啊！你的算盘真会打，你还没有借我屠龙刀一看，倒先跟我借倚天剑啊。那，拿去吧。小赵，你过来吧。啊！多谢公子，多谢郡主。你的教主愿意为了你跟我借剑，想必一定是十分疼爱你啊。谢谢。要是没事的话，可以喝酒了吧？哎，对了，有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出发？就明天。明天？那咱们说好了，明天正午东城门见。好。不见不散哦。不见不散。赵姑娘，你还是算计我。我没有。给我拿下赵无忌！不知道。咪咪，你跟踪我？你一个人出门，我担心你的安全呢。我在问你是不是跟踪我？这笔账我先给你记上，放他们走。不行。你说什么？咪咪，张无忌是侵犯，不能放啊！我要你放人，当真不放？咪咪，你不要强我所难。咪咪，你要不放，我死在你面前。好，我放，你先把剑拿下来。你先放人。
好，全部给我退下！你们走吧。我误会你了，我跟你道歉。不见不散。咪咪，你现在可以把剑放下来吧。我并不是要跟你作对，你要抓张无忌，我管不着，就不喜欢你利用我。小张，你干嘛跳来跳去的？跳得我眼睛都花了。公子，这条铁链戴在脚上好一阵子了，现在突然拿掉，我总觉得轻飘飘的，不太习惯。峨眉派，公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在光明顶见过，这是他们召集同门的讯号。他们都已经走了，怎么又回到大都来了？公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峨眉派的弟子都集合在这里？周芷若，你是本派最年轻的弟子，论资历、说武功，哪一桩都轮不到你来做本派掌门。今天我召来师傅座下的诸大弟子，就是要你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话说清楚。丁师姐说的是，小妹是本派最年轻的弟子，不论资历、武功、才干、品德，哪一项都够不上做本派的掌门。可是师父命芷若当此大任，芷若原曾一再苦苦推辞，但师父立言重责，要我发下毒誓，不得有负师父的嘱托。明君，师父依你，细命周师妹继任掌门人，必有深意。师姐说的不错，咱们同受师父栽培的大恩，自当遵奉他老人家的遗志，同心辅佐周师妹，以光本派武德。净空师姐，当时你不在场，你不会知道其中缘由。缘由？静玄说师父必有深意，这必有深意四个字说得好。大家还记得那天在万安寺，虎头陀和鹤壁翁大声叫嚷什么来着？师父为何对芷若另眼相看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他们说些什么了？此事攸关掌门之职，我峨眉派的领导之位，我不能不实话实说了。他，周芷若，是师父的私生女儿。季玄师姐，真有此说吗？所以我认定师父有私心。周芷若这个掌门，我不服。丁师姐，你若不服小妹接任掌门，尽可明白演讲。可你胡言乱语，败坏师父毕生清誉，就是不对。范有事的随口胡说，竟成了丁明君要挟周姑娘的把柄。你想任本派掌门人，可尚未得到本派同门的公认。哼，自己身份未明，在这作威作福，还指责起我的不对来。小妹先父姓周，乃是汉水操舟的船夫，不会丝毫武功。先母薛氏，祖上却是世家，父母先后为援兵所杀。小妹蒙武当派张真人之荐，引入峨眉门下，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师父一面。师姐，你深受师父大恩，怎么能在师父尸骨未寒之时来说这等言语呢？身世谁都会编，是真的。这不重要，我倒要问问，你既受师父之嘱继任掌门人，就该立即回归峨眉。师父逝世，本派事务千头万绪，事事就要掌门人处理。而你为什么突然一声不响，孤身一人返回大都？
因为，说不出理由了吧？师父临终交下一副极重的担子，所以非回大都不可。哦，担子？什么担子？说呀！此处除了本派同门，并无外人，你竟可以明明白白的说。这是本派最大的机密，除了本派掌门人之外，不能告诉旁人。哼！你以为事事都以掌门人这3个字就能骗得了我？我问你，本派和魔教仇深似海，是不是？是。本派不少同门师姐丧于魔教之手，是不是？啊，是。师父逝世，就因不肯受那魔教教主一托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师父尸骨未寒，你为什么悄悄和张魔头私会？说呀，师姐你，我又胡说八道了。周姑娘回大都，都是为了找我。你休想抵赖！师父尸体火化之后，你叫大伙先回峨眉，我当时就有所怀疑，但是我没有马上揭穿你。我一面以本门讯号通知各派弟子，一面呢，我就悄悄地跟在你的身后。哼，你一进大都，就挨家挨户地打听曾少爷张公子的下落。你说，你不是找那姓张的魔头，是找谁？公子，周姑娘对你有情，惦着你呀。其实呢，你爱跟谁好就跟谁好，旁人原本管不着的。但是这姓张的魔头与本派仇深似海，就是不行。师姐，我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我再说件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。那日在光明顶上，师父叫周芷若赐张无忌一剑，他居然不躲不闪不避，还对我们周师妹眉开眼笑，而我们的周师妹也对他挤眉弄眼，不痛不痒的轻轻刺了他一下。试想，以天剑之力，怎能刺他不死呢？你们之间若无私裨，有谁能信？谁挤眉弄眼了？师姐，你不要净说一些难听的言语来诬赖人。哦，我这话难听了，但是你自己所作所为就不觉得难看吗？我讲的是堂堂正正，说的是入情入理。各位师姐妹，师父和魔教结怨太深，周师妹和那魔教教主的关系非比寻常。倘若他暗中出卖本派给那魔教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就算师父有遗言命周师妹接任掌门人，可是他老人家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圆寂之后，尸骨未寒之时，本派掌门人立即去寻他那魔教教主相续私情。此事和本派存亡兴衰关系太大。我想，如果师父今晚在此，他老人家也会另立掌门人的。师父的遗志，乃是要本派光大发扬，而不是要本派覆灭在魔教的手中。各位师姐妹，依我之见，咱们应该继承先师遗志，请周师妹交出掌门铁指环，另推一位德才兼备、资历武功足为同门表率的师姐妹担任本派掌门人。丁师姐说的有理，芷若，把铁指环交出来，另选掌门。芷若，交出来吧。不，这铁指环我不能交，我受师父的遗命，不能交。这掌门铁指环你不交也得交。哎，公子，丁明君是峨眉派中最为刁钻刻薄之人，周姑娘柔弱忍辱，她只有被欺负的份儿。不行啊，公子，这是峨眉派本门事务，外人不便介入。你要是出面为周姑娘抱不平，只有使她处境更为不利呀。可是眼见她被逼迫的狼狈至极，而我却束手无策。公子一向处事冷静，千万不可因意气用事，害他害己啊！啊！各位师姐听我说，芷若实在不想当这掌门，可是我曾对师父立下重誓，绝不能有负他老人家对我的重托。
师父已经过世了。说句难听的话，你的话死无对证。本派门规严戒欺师灭祖，严戒淫邪无耻。你犯了这2条尊尊守道的大戒，周芷若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掌理峨眉派？周姑娘被逼得好可怜呐！交出掌门铁指环！不交，我不能交！你不交，我就以门规处置你。师父遗命未完成之前，铁指环我不能交，也不能死。各位师姐妹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周芷若靠命叛门。师父，弟子丁敏君要替您清理门户了。公子，哎，芷若，快走！芷若，你还不走？我不想欠你人情。你宋青书，周芷若，放下剑！你给我听清楚，周芷若，你不交出掌门铁指环，我就杀了宋青书。芷若，你不要管我！不要！你难道要这个无辜的人为你受死吗？你的良心会安吗？师姐，你放了宋青书吧，交出铁指环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我没有耐心跟你耗，不交铁指环，我给你。芷若，不能啊！你闭嘴！芷若，你不要这样！芷若，你不能够给他！芷若，你不要走！芷若，芷若，芷若，你不要走！芷若，芷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芷若，我本来是想帮你，没想到反而帮了倒忙，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芷若，你不要不说话呀！你不说话，我心里会难过的。芷若，我求求你开口说句话吧！我对不起你呀！你骂我，你骂我，你打我吧！发泄你心中的不快，让我也好过点。芷若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打你骂你又有什么用？你这么说就是要我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，不要理我。芷若，你不要跟来。芷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芷若。
世界。你已经被我逐出峨眉派，你不配叫我师姐。我已经把本派掌门信物铁指环都给了你了，你还不肯放过我？你不死，我容芒刺在背，寝食难安。师父叫我欺骗张公子，此事我原本就做不到。与其活着受那无穷折磨，还不如就此一死，一了百了，什么都不管，可是干干净净。你说什么？我以万念俱灰，你动手吧。好，我不会心软的。大夫，这贴药就麻烦您了。哎呀，公子，您这贴药我从来没见过，恐怕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小昭，周姑娘，你没事了，你只是受了点风寒，待会儿吃副药，盖着棉被闷头睡一觉，出汗就好了。你本来全身湿透，小昭帮你换了衣服。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你记不记得汗水？我记得，我身中了玄冥神掌的毒，全身发抖不停，是你照顾我，还紧张的直掉眼泪呢。那时候你叫我什么？我好想听你再叫我一遍。无极哥，芷若妹妹，我没想到你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，一直还保存得这么好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在看到这条纱巾的时候，我好想哭。虽然只是一个晚上，可是我会永远记得你对我的照顾。这条纱巾让我好感动。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无极哥。有句话我一直藏在心底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。我觉得我跟你好贴近，你我一定是前世宿缘，今生才能相遇。其实当我看到这条纱巾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了你。我这辈子心里却容不下任何一个男人了。我去帮你换毛巾。不要，你不要走。芷若，师父，芷若，我的话你怎么忘了？师父，我没忘啊，我没忘。我说过，你要是不遵守诺言，我将变成厉鬼，缠上你一辈子。不，师父，弟子一定会完成诺言的。师父，你不要过来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不要过来，师父，师父。周姑娘，好烫啊！说不定是烫坏了脑子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周姑娘不会说那些寒心的话。
公子，公子。啊，芷若妹妹。嗯，芷若妹妹，什么时候变成芷若妹妹了？芷若妹妹怎么样了？她烧退了很多，再抓点药，明天就好了。哎，张公子，你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你和赵姑娘有个不见不散之约啊！哎呀！都中午了还不来，张无忌是不是故意诓我？公子，你要点什么？啊，不好意思。宋师哥，宋师哥，张无忌。芷若呢？你把我的芷若藏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，我一直跟着芷若，我亲眼看到你把她抱走了。我想追，可是，芷若妹妹她，周姑娘她没事。我约了人，我急着要去，等我赴了约，我会带你找周姑娘的。我不信。张无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周芷若是我的人，谁也抢不走她。死张无忌，耍我！哼，什么不见不散，谎话连篇，骗子，大骗子！好，没关系，张无忌，我们的仇怨可结大了。张无忌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呢，有事，他一定有事耽搁了，他会来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宋师兄，对不起了。你的穴道半个时辰后自己会解开，是非得已。等办完事情后，无忌会跟你道歉。爹，要出远门。爹，我要去哪里？你从来不过问的。我不问你，是你身边带了一堆人，今天是你一个人，而且跟张无忌，我能不问吗？又是你跟我爹打小报告。明明，不要叫我！跟我回去。爹，不准说个不字。回去就回去，反正他也不会来了。走吧。这下误会可大了。大夫，我这位朋友受了伤，麻烦您看一下。芷若，小昭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周姑娘呢？周姑娘她要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走了，芷若妹妹走了。张无忌，你怎么？你来多久了？我来有一会儿了。那么，我跟我爹的对话，你都听到了？我来是要告诉你，我没有失约，
我到了东城门，看到你被你父亲带走了。所以你只是迟到了。是不见不散之约，所以我……你去赴了约，迟到总比没有来的好。现在你又冒险入府，跟我当面把话说清楚。够了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不带这么多衣服，多带一些钱吧。哎，你干嘛？去冰火岛啊！可是你和小王爷的亲事……我不会嫁给他。郡主，张无忌，我的事你可别管太多，你先把答应过我的事情做到再说吧。小昭，哎，公子，你怎么在门口？宋青书他，宋师哥怎么了？他一醒来就吵着要找周姑娘，我拉也拉不住他。宋师哥对周芷若真是一片痴情啊！哎，你的感情还真够复杂的。快走吧，免得我爹发现我不在，又要封城了。是峨眉派的人，好像出事了，去看看。好。金花婆婆，珠儿，珠儿，珠儿叫殷离，是我表妹。我一直担心她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原来回到金花婆婆身边了。她一定是练了什么邪门歪功，便才变了心。金花婆婆，你拦着我们干什么？拦你们？不够资格。老婆子，我是来找你师父灭绝的。师父他已经圆寂了。什么？他已经圆寂了？他是怎么死的？他为什么不等着再见我一面？可惜呀。可惜，婆婆，婆婆，你听见没有？婆婆问你，你师父是怎么死的？这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凭什么跟你说？哎，婆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婆子，我这辈子和人比武，只是在你师父手下输过一次，可那次。并非是我武功招数不及灭绝，只是抵不过倚天剑的锋利。我是很不服气呀！老婆子，我走遍了天涯海角，总算是遇到了一位故人，愿意借宝刀给我。宝刀？我去过峨眉山和光明殿，我们听下去，四处打听，才知道他被朝廷困在万安寺中。岂知今日，万安寺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。灭绝呀，难道你不能晚死一天半日的吗？啊！就算我师父此刻尚在人世，你也只不过是再多败一场。口无遮拦，张嘴！前辈，你师父是怎么死的？算了，人都死了，我也不问究竟了。峨眉派新的掌门人是谁啊？老婆子，我就跟他过上几招。灭绝师太啊，你英雄一世，可称得上是武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啊！一旦身故，你的弟子难道没有一个像样的
出来掌管门户吗？静玄见过前辈。你就是新任掌门？先师圆寂之时，一命周芷若、周师妹接任掌门。只是本派尚有若干同门未服，先师既圆寂，令婆婆难偿心愿。天数如此，夫妇何言？本派掌门未定，不能和婆婆对手过招。废话少说，既然定下了新任的掌门，那好极了。周芷若是哪一个？站出来！芷若师妹她……说下去。婆婆，芷若师妹因本门家务事负妻离去，所以……我不管这些，我老太婆不能空忙一场。既然你们峨眉派没有掌门人，那我就一个一个的来修理你们。婆婆且慢。芷若，你的周姑娘自投罗网了。峨眉派第4代掌门人周芷若问婆婆安好。哼，不知羞，竟然还自封峨眉派第4代掌门人。我看这位周姐姐人挺好的，我被你们押往光明顶的时候，一路上多亏了她的照料。她不配做掌门人，难道你配做掌门人啊？要你数落我！师姐，就凭你来替他出头？阿离，婆婆，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？瞧着点儿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婆婆，请手下留情。周姐姐，这个姓丁的，他牙尖齿利，口口声声的不服你做掌门人，你竟然还护着他！本派门户之事不与外人相干。哎，我既受先师一命，虽然本领低微，却也不容外人辱及本派门人。哦，哎呀，好，好，不错。婆婆你没事吧？婆婆没事吧？来，吃个药。小丫头，你这掌门人实在不怎么样。峨眉派怎么将这么重大的责任交到你的手上？很难让人相信，你是不是在吹牛啊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峨眉派的掌门人？铁指环，指的是峨眉派掌门信物铁指环吗？我没看见呢。婆婆，是他，指环在他那儿呢。哼，搞了半天他才是峨眉掌门。婆婆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我不是。他，周芷若才是。我周芷若虽是年轻弱女，既受先师重任，自知艰巨，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很好，灭绝总算也没有看走眼。你这小掌门的武功虽然弱，性格却强。不错，不错。武功差可以练好，不像有些人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干什么？芷若师妹不但不计私贤，还挺身护丁师姐，尤其在你的挟持之下，丝毫不动本派威名。
净空汗颜，愿与掌门人同生死。在我眼中，你们就是多上10倍人，我也不在乎。小丫头，你们峨眉派的武功，比起我金花婆婆怎么样啊？我峨眉派的武功，当然高于婆婆。当年婆婆败在仙师手下，难道婆婆忘了吗？那是灭绝老尼，仗着倚天剑之力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婆婆凭良心说一句，如果仙师和您空手过招，胜负将会如何？这个嘛，我不知道。我原想和尊师一决高低，今日见分晓。可惜呀，他这一圆寂，武林中少了一位高人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哼，峨眉派从此衰落。怎么样，小丫头，服了吗？婆婆，仙师的武功博大精深，不可速成。我们现在年岁尚轻，自不是婆婆的对手。但是，将来的境界，却是不可限量。好，我今天就告辞了。等你今后武功不可限量之时，再来解他们的穴道吧。婆婆，请慢走，我这几位同门师姐妹，还望婆婆能够相救。要我解救，那也不难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有我金花婆婆和我这徒儿所到之处，你们峨眉派人必道而行。我刚任掌门就答应了此事，那我峨眉派还如何在武林中立足？哼，你不肯毁了峨眉派的名声，那也就算了。周芷若，只要将倚天剑借给我，我就解开他们的穴道，救你的同门。我师徒为朝廷奸计所陷，尽数被关在万安寺当中。婆婆，您想想，我们手中还如何有倚天剑？我原本已料到此事，借剑之言，也不过是万一的指望。周芷若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真的让我救他们？还望婆婆能够解救。你要我救他们，以保全峨眉派的名声，可是你就保不住自己的性命。这是断肠裂心的毒药，你把它吃下去，我就救他们。好，有骨气。不过这毒一时三刻也发作不了。小丫头，你就乖乖的跟着我。我老婆子只要一喜欢，说不定会把解药给你呢。阿离，婆婆，解开他们的穴道。是。
周姑娘，我看你还是跟婆婆走吧，她不会害你的。金花婆婆，你这个老不死的！给我闭上你的嘴！你师妹，峨眉弟子恭送掌门人。掌门人一路多保重。快追！等等，我保证你的周姑娘安然无恙。眼前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你义父的安危。我义父？记不记得刚才老婆子说过，她走遍天涯海角，终于向一位故人借得了宝刀，准备和灭绝师太的倚天剑一斗。他是这么说过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必定在前往冰火岛的路上，咱们必须赶在他之前到，要不然你的义父准备着金花婆婆欺负我。走。干嘛走那么快呀？好热哦，歇会儿吧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沿途都在做暗号。婆婆，我说的吧，我们不用直接跟他联系的，他们会找上门来的。看来我说的没错。现在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略施小计的话，想那把屠龙刀一定就会到您的手上。你现在是越来越机灵了吗？哪里呀，还是师傅教导有方。少拍马屁。他们是谁？婆婆在问你话呢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婆婆是不会给你解药的。周姐姐，你要知道，待会儿毒性发的时候，你会七孔流血、眼歪嘴歪的，说有多丑就会有多丑。说吧。他叫张无忌。张无忌，他不是曾阿牛吗？张无忌，我在蝴蝶谷就看上这小子了，只可惜他不肯跟我来灵蛇岛，还算我没走眼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做了明教的教主。那女的呢？叫小昭。我说的是另一个。赵敏，汝阳王府的郡主。哎呀，热死了！小昭，来。热死了！哎，先歇会儿吧。真热呀！哎呀，泡泡脚。哎，叫你不要走路，坐马车，你就不听，说是怕把金花婆婆追丢了，真是的。哎呀，公子，渴不渴？要不要喝水啊？不要，你自己喝吧。哎，那休息一会儿吧。没关系。公子，公子，你看。啊，这好像是周姑娘身上撕下来的布。哎，那是什么啊？我看看。哎，还真的哎！我一直在监视的，你的周姑娘知道我们跟在他们后面，所以故意留下记号。你的周姑娘可真聪明啊！
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是条手帕。小时候在汉水之滨，周姑娘照顾过我。给我看看。你留到现在啊？嗯，我随身都带着它。你还真有心啊！他的东西，你一直留在身边。公子！喂，你丢哪里去了？那，你看你对他多紧张，为了这手帕，你拼了命的往水里跳，人比人不如人。我讨厌你啊！讨厌你！我讨厌你！我讨厌你！讨厌你啊！哎呀，好痒啊！我讨厌你啊，张无忌！公子，快上来吧。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去吃饭了。公子，郡主走了。乖乖，请慢用。你点的菜还不够啊，我怕我们3个人都吃不完呢。小昭，尽量吃啊，我请客。啊，公子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。哎，你干嘛？是我在花钱哎。哎，张公子，我的衣服脏了，穿在身上不舒服，我去换套新的。你呢，陪赵姑娘先吃吧。是公子。郡主在生公子的气呀，我是不是太小心眼了？还是我在吃那个女人的醋啊？郡主在说什么啊？小昭，我问你，汉人女子是不是特别矜持保守啊？据我所知，汉人女子在传统礼教下，别说是被男人碰到她的身体啊，就算是被他看到，也是认定她、跟定她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应该是吧？应该？你不是汉人呐？哎，那我不是白问了？小昭啊，你跟公子有一段时间了吧？那他的生活起居都是你在照顾的？你们这么亲密，肯定是无话不谈了。还好啦。他有没有跟你提过我？有啊，有。他说我什么？小昭，郡主要小昭说实话还是？实话，当然是实话啊。那小昭说了，郡主不会生气的。不会，怎么会啊？不会。张公子常说郡主足智多谋，行事果决，手段狠毒。哎呀，我不要听这些啊！我早知道他会这样评论我，我要知道他什么？他喜不喜欢我？我跟周芷若在他心目中，谁的分量重，谁的分量轻？郡主问这句话，就表示你喜欢张公子啊。我要是不喜欢他，他都不知死了多少回了。
小昭，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。统统不许动！怎么没看到张无忌啊？哥，爹统领各州府县，一有你的行踪，立马回报。总算找到你了，跟我走吧。我不回去。妹妹，你不要为难我嘛！你才不要为难我呢！爹有令，绑也要把你绑回去。哥，你别逼我对你动手啊！齐王爷撂下狠话，你要是不回去，他有公事公办。办谁啊？办爹？我才不信他会对爹怎么样呢！你还是跟我走吧。我不要。那我只好动手了。哥，对不起了。小昭，我们走。是。我们走。是。给我追！快！快！走！一个已经没有追你了，小昭呢？小昭，他刚才一直在我后面的。乾坤大挪移的心法呢？圣火令呢？你在光明顶已经1个多月了，不仅一事无成，还让张无忌练就了乾坤大挪移，还当上了明教教主。你是不是在帮他？喜欢上张无忌了？从小就是这个臭毛病，问你什么都不说。拿着，这是10香软骨散。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张无忌吃下去。我要用张无忌来骗倒金毛狮王谢逊的屠龙刀。过去的我就不再追究。这件事情如果你办不成，今后你永远不要来见我。快走吧，省得张无忌怀疑你。婆婆，他什么他？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多了吗？小昭跟婆婆是什么关系？婆婆找她干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我们是继续赶路呢，还是……天都已经黑了，还往哪儿赶路啊？住下吧，把周芷若带进来。嗯。小昭，小昭，你到哪儿去了？真是急死我了。我迷路了。公子真担心我啊？那还假得了？你看你公子急得满头是汗的，他说你一定会回到原地，死守在这里。你没事，我的心也定下来了。
好了，我们找个地方住一宿再说吧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总觉得心里怪怪的。那我们休息一下吧。我想回家。公子，你看，走。老板，刚刚那3个女人来干什么？租船出海，什么时候开船？船工到齐，随时出航。怎么，你们几位也要租船？补3名多工。真的假的？我干了1辈子船行，只有付钱请舵工。别啰嗦了，一句话，行还是不行？行，当然行。我在家里吃惯了山珍海味，这种大锅饭还真有味道。你在干嘛？奇怪，怎么没看到小昭啊？先吃饭吧。几天了？你自己说。我就不信你没有机会下药，是不是你自己不肯？我警告你，小赵，在我这条船到灵蛇岛停下之前，我要让张无忌的内功全部消失。灵蛇岛不是去冰火岛吗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干好你自己的事儿。是。小赵，委屈你了。我已经把赵明引过来了，他的倚天剑加上金魔狮王谢逊的屠龙刀，那时候刀剑并合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我们忍气吞声了那么多年，不能毁在这最后的一哆嗦上，懂吗？周姐姐，吃饭啦！周姐姐，吃饭了。你没事吧？还能有什么事？哦，其实我只是担心你经不起风嘛。我自幼在船上长大，怎么会经不起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放心吧，你绝对不会有事的。婆婆她不会为难你的。我想，如果你什么事都顺着她的话，最后一定会没事的。啊？但愿如此吧。好了，别想了，饭凉了，你快吃吧。谢谢。